何才能打出速度无限俱佳的吊球？杀球无力是自身力量不够，还是动作不合理呢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程宝忠，从学羽毛球到现在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。北京市的业余比赛经常参加，取得过不少成绩。自己的羽毛球风格属于这个拉吊结合型，属于自己能跑动，凭体力去战胜别人的。你叫你小程吧。一会儿你先打一打，我看一看，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好不好？行。注意啊，来跟他活动一下，来，你注意点了吗？好，是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你啊？啊？没有。不管是说后掌的发力啊，一些基本技术的一些掌握啊，我觉得都相当不错。啊，这个确实不是说夸奖你。谢谢。可能这个通过这几个球表现不出来。反拍我觉得还可以。不管有挡直线啊，挡对角，后场不会打是吧？但是那个再说，就是说你再吊2个正手的，先吊到直线看看去。啊，这个还可以。啊，这个，再来一个试试看。你是用的这个力量呢，有点像点杀一点的感觉啊。因为吊球就是要跟点杀当然要有点区别，所以这个区别不太明显。所以等一下我做2个正手的吊球，再看一下我的拍面，因为你现在的正手吊球呢，基本上还是有点向里的。向里。对，所以正啊，等一下我会向外。啊。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外抹是我一般的可能是一个是这样切，再一个拍面太正。对，就是你现在的用的主要是，比如说在这个地方，你不太敢往外，你看你的拍面基本上是往里的。对。所以这个球呢，不是说不可以，因为我这样吊其实它是有个动作在里面。假动作在，因为这样做的话，你的身体往这儿，人家可能会过去，可是你吊的是直线，是这个。还有一个刚才讲的就是我吊的会比较近。它这里面有个切，当切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有点平面切啊，平面切这个球，所以你可以用力，但是球一般来说它不会走太远，你不能往前了，往前它可能会比较长了，动作要短促，啊，接触这个球的时候就横切一点，横切一下，这个地方手腕可以用点力没关系的，因为这个力量用了以后，你因为你是横切的，所以它球不会跑太远。这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小滑板，是滑出去的，啊。对，好的啊，有点样子了哈，有点样子了。你自己也要听一下你的声音啊，就是要短促。你有时候太长了，太长那个球肯定会，就是一个球速又会慢了，然后又会长一点。是不是往前的力量还是多了一点？对，你有点不太敢。对啊。好的，这个很好。对，好，停一下。你这个还是注意击球点，因为这种球啊，越低越难了。你现在经常有一点击球点比较偏低，高一点好。然后刚才就讲这个拍面，这个接触这个力量就够了。这个力量，业余选手通比较难，没事，啊，就这个放松，对。
然后如果打得比较娴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拍子已经在转换了。啊，比如说刚才这样握拍的，其实我打的时候，我的拍子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你看我现在握拍跟刚才是两回事儿。对。啊，刚才是这样握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打的真的我很舒服的时候，我的拍子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它这样更容易横过来切。对。你这样横过来切，你觉得很别扭。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如果这样的话，是很容易切的。当然这里面就牵扯了一个就是熟练性了。那刚才就是问有没有什么方式，能够很快就掌握，但是我反正我想你也知道，应该是没什么吧。对，就可能你需要一个同伴，帮你挑球，那你这样多去做，按照一个就是比如一个侧身，用身体，然后就注意这个拍面的转换，这个手指的转换。如果能够掌握的话，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很大的乐趣在里面。如果你说打球骗着1、2个人。是有点开心是吧？满足感。是，再切一下，对，这个很好，好的，这个力量也很不错。对了，对，应该是还是有点小有效果比较对明显吧？啊，对。现在问题是就是这个球好多离网太高。你现在就是离网很低，但是它会比较长。对。然后这个我就说了，这有点像点杀一样。是。这种球呢，就是说你速度上面比较快，但是人家可能比较容易接，因为它的距离长。对。所以你可以有那个球，那个球是你有的是好东西，但你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吊球。这个吊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刚才对方在后面，你拉了一个球了，这个球你虽然是高了一点，但是很接网，对方跑动的面积肯定大了。但你如果在经过以后的训练，就是让球是再快一点，那这个威胁就不一样了。这个要是加上转身的，比如说有时间可能，刚才是定点的这个。对。要是加上转身可能会难一度，但就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击球点，因为这个只有一个好的击球点，它才能打得好的高质量的球。你如果说把击球点放到后面了，那个质量高的球可能就出不来了。那么你如果想说杀球的话，那你杀2个，我看看。您看我的这个杀球力量应该怎么发力？行。击球点还是比较低啊，高一点。其实力量是有的，但是你的力量还有一点分散。很容易打在拍框上。那是击球点，这个你要自己注意。我现在就讲，你就说你先不要用很大的力，你就尝试就用手腕，就像你刚才点杀一样的。你把这个点杀的时候，就是速度再摆快一点，力量再短出点，就是你不要我不要你重，我让你先尝试一下这样一个感觉，放松哈，不够干脆哈。好像击球点一个是低。你先看我一下，我给你示范一下哈，就说我这种点杀一样，来，看好这个网力啊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我没有用力，对不对？发力好像是这个全过程都在发力，不是这个。对你打在那个球上的那个力量不够。那我这个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力在这个打球上面。先不要用力，先试试这个。你有这样的东西的话，你再把你的力量放上去就可以。点一下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哎，很好，会怎么样？好像感觉这个力量发的时候就感觉在这个击球点的，而且还没有用很多力。对。这其实球的效果应该是差不多。对，以前是这个感觉这力量自己浑身的力量都用，但是打出这球的。你呢还比其他好多了，就是因为你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这个最少看上去还比较舒服一点。再多做这个，让这个熟一点。然后你想重杀的时候，就加力，就把你的手背的力量或者加上你身体的力量加上去，但是必须还是通过这个。我不是让你加了以后把这个动作再拉大就没有了，所以为什么让你先加强这个？加强那个点，就这个是最后的那个发力的那个，就是这个。现在是只是腕力，下次要把其他力量借到腕力。再借上。
摸拍还要注意点，摸拍就是要放松。摸拍现在不一定要固定要怎么样，你觉得这个怎样握然后比较舒服，放松一点，它这个瓦力才能下来。放松一点，然后它才能够下来。因为杀球毕竟还要往下一点，抓得太紧，它有点僵在这里。这握拍的时候，我有时间握的是不是这样太靠后了？应该是不是得靠前一点？从理论来讲，就是说是平的啊。跟这个手是平的。但是说后一点、前一点应该问题不大，太前就有问题了，它会搁住了。对。但是你打一些前面抽挡还可以，但在后场的这里，尽量以平为一个最基本的。但是你相差这么几，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好，还有一个刚才讲的就是放松，当你要发力的这个手腕要发力的时候，要下来。好。这样吧，看看你今天表现相当不错，那个注意啊，跟他打几个看看去，真的打一下啊。好，好，准备好，对，好的，准备，好的，上，对，好，这个动作就大了，没有很好的用这个，所以刚才这个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用的，这个点它一下就够了，啊，好的，准备，上。对，这个很好。好。一方面今天有时间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看了一下，打球还欠缺一个连贯意识啊，你不要打完一个停在那个地方，打完了以后，比如打个对角，人要跟过来的。打个直线，就人要跟着球走。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因为今天教了都有一些录像啊，顺便看看你，然后我们再共同再分享一下，分析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反拍还可以哈，反拍是不是打的比较多？反拍有时间就是力量也是不够啊，还是一样，可以用刚才那个腕力一样的腕力也是那种点的动作。对，你先用这个点，力量能发出来以后，你可以借这个身体的力量，再借点就是把这个摆速再摆起来，这球就会到后面去。再一个步伐步伐缺少一点弹性，还有一个就是连贯性，就是你打完了以后你再准备下一分。打完了以后稍微要多一点，你不要回来都半步，那半步难以用啊，对不对？总感觉自己把这球打死了，但是没有心理准备啊。以前我们当球员，这教练也在讲我们的，就是见到这个球落到地板，才能把气收下来。只要这个球没有落地板，你就要准备到下一步。